是吗？是吗？我终究还是住进来了。你的肺积水，医生帮你打了针，你会好起来的。觉得怎么样了？接到了我的电话，气死我了！我看到你提着行李离开，我以为你跟刘尚邦远走高飞了。我是去见他，不过我不是跟他走。感谢你给过我一段幸福的婚姻。曾经拥有的是不会失去，但是失去的爱情却真真实实的回不来了。这是我们的婚姻关系解除书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和刘家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是郑婉瑜。之前我一直跟你说，要把握住自己的幸福，可是看到你真的要走了，我还是忍不住要冲出去阻止你。怎么知道，却晕了过去。我是不会离开你们的。你等了20年了，不觉得可惜吗？当刘向邦出现的那一刻，我已经知道，我要等的只是一个答案。直到他还活着，心也就完全放下了。大妈，是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几天你们也在经历这么多事，我还在你们面前发脾气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洋洋啊，我们就不要把生儿育女看得太重了。对啊，顺其自然吧。一切不好的都会过去的。老四，你也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人，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。老婆，吃吃看，合不合口味？这份爱心早餐啊，是顺庆忙了整个早上准备的。早餐是老公准备的，当然非常好吃。最重要，你吃得开心。啊，是你们，进来吧。爸妈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我已经跟大哥说了，过2天就会把家用交给他。我们不是来催你给钱的，我们知道子晴怀孕，特地买了补品给你们。怀孕都不告诉我们，是不是有了养母就不要我们啦？顺庆是想等胎儿稳定，过了3个月才通知你们。别站着说话，坐吧。要喝咖啡还是茶？好，咖啡2杯，少糖，谢谢。前2天我找了爸妈，是我告诉他们的。你干嘛背着我去找他们？你对子晴说话可以不要那么凶吗？会吓坏到肚子里的宝宝的。诊所出了这么大件事，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呢？说了又怎么样？你们也不会理我。你爸一听说你会惹上官司，担心的不得了。你哥啊，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律师，很厉害的。有需要的话呢，他可以出面牵线。我和你爸爸也商量过了，家用暂时可以不用给了。知道了，爸妈。问题一旦解决了，诊所的生意恢复正常，
顺庆会把家用给补上的。生意不理想，可以重新建立声望。反正你是家里面最有本事、最会赚钱的，我们对你有信心。委托人的资料我已经整理好了，你看看有什么问题吧。你有在听我说话吗？知道了，资料我等一下一看。怎么啦？你跟我哥吵架了？我们分手了。你不要这样看我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你哥，他一直走不出无精症的困扰，总觉得我当不了妈妈，人生无法完整，认为他在拖累我。我哥就是这样，总喜欢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扛。他就是死脑筋。我已经表明立场，没有孩子也没关系。我们兄妹俩从小就渴望有个大家庭，无精症对他的打击真的很大。他都无法接受自己，怎么可能会接受我？你不是说过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摆平不了的吗？我已经无计可施了。如果他坚持要分手，我没理由厚着脸皮死赖着不走。我还以为我的好闺蜜会成为我的大嫂，看来是没有希望喽。嗨，你好，请问您是司徒芷晴吗？我是。我是里亚萨克。哦，你好。让我来帮你吧。哎呀，不用客气。妈，真的是你吗？还记得最后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机场，你正准备回美国工作，没想到一晃10年就过去了。原本以为签弃养协议书的时候能再见你一面，没想到你竟然找了律师替你办理。那个时候女儿刚刚出世，所以没有时间回来。有时间多陪陪孩子，孩子很快长大的。会的。其实这次是司徒芷晴叫我回来的。他说你得了失智症，非常想念我，所以叫我回来看看你。你居然去联系华姐的儿子啊？他要是跟他回美国，那怎么办？如果华姐要走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华姐早就被弃养了，在法律上他已经不是华姐的儿子了。我跟里尔萨克谈过，看得出他还是很关心华姐的。华姐现在很健康，她当然很乐意把她带走啊。万一以后出了什么事，她又会怎么对待华姐？我儿子买了蛋挞，请你们吃。我们待会再吃吧。好，好，好。那儿子团聚很开心吧？你们终于如愿以偿，我要跟儿子回美国啦。什么？你真的要走啊？你把我儿子找来，不就是想把我送走吗？你如果不想华姐离开，就马上打给他的儿子说清楚。老公，我们不能够阻止华姐跟他离开，我们不能够这么自私。如果里尔萨克根本没有打算带我走，你们不会生我的气吧？哎，他见我没事，就马上提前回美国的日期啦。所以你不会跟他一起走啊？他现在对我的客气，就跟路上遇到其他的老人没什么两样。
其实，当他知道你得了失智症，他已经在美国帮你找了一家最著名的疗养院，希望你能够得到最完善的照顾。答应我，要是有一天我需要人家照顾，不要通知我儿子，直接把我送进疗养院。我不想拖累任何人，更不想用养育之恩要我儿子负起照顾我的责任。对不起啊，我做不到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好好照顾你，我会把你送进疗养院的。没有人能够带走我妈。好，我哪里都不去，永远都陪在你们身边。吃吧。怎么没胃口啊？已经连续几天都在吃一样的东西了。等你出院了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就怕这次进来之后，就再也出不去了。那就吃饱一点，要不然怎么有力气死啊？我要吃松饼。我去买给你吃。松饼要现做现吃的，买回来就不好吃了。你带我去吃。不行，医生不会答应的。医生不是说晒晒太阳对我好吗？我们偷偷出去吃，吃了之后偷偷回来，就没有人会知道了。洋洋，是吗？快走快走！哥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手术快开始了。什么手术？你不是来阻止明真去做结扎手术的吗？我是来看四妈的。手术半小时就开始了，你现在去阻止还来得及。哥，你去哪里呀？等等我。喂，你现在还有心情吃早餐？你女朋友去做结扎手术，你一点都不担心的吗？真正想死的人是不会通知你他几点死，更不会告诉你他在哪里死。明哲让你通知我，就是要我去阻止他，然后跟他复合。这证明他爱你，不想跟你分手。我已经决定了。我说了这么多，你还是听不进去。顺庆，这么巧，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跟老同学叙叙旧。不过真巧，他居然是明真的主治医生。你们知道明真今天要动手术吗？你看，我没有说谎吧？不是吧？原来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啊。什么一伙了？就是来劝我阻止明真动结扎手术啊。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不阻止他？结扎是永久性的。你说什么？明真不是去切除子宫肌瘤手术吗？什么时候去结扎啦？是我老同学福特医生跟我说的。我以为他只是说要吓吓你罢了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啊？我干嘛要骗你？手术已经在进行中。你快进去，叫他们取消手术。
帮帮我哥吧。不是我不想帮，明真已经签了同意书，医生一定要照着他的指示完成手术。你如果当初听我的话，今天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是我低估了明真，我没想到他会为了我做出那么大的牺牲。他真傻。为什么这么傻？为了我做结扎，值得吗？我觉得值得就好。现在不是很好吗？没有谁配不上谁的问题。我现在这样，你还要跟我分手吗？要是我更有自信面对我们的问题，事情就不会是这样了。明真，对不起，明明是喜欢你，却一直把你推开。我会负责的。嫁给我好吗？因为亏欠才要负责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明真要的是仪式感，是浪漫。看来你哥根本不适合她。选老公是一辈子的事，谨慎挑选是对的。喂，你们都不是来帮我的，出去。你以为我想要当电灯泡啊？我们来是有重要的事要告诉明真。什么事啊？福特医生要我转告你，手术很成功，肌瘤已经切除。不过他忘了进行输卵管结扎手术。怎么可能？他还说他愿意免费帮你补做。免费，叫他帮你做吧。我的未来老婆不做了。本来说好只是去吃松饼，结果呢变成了一日游，先去看电影，再到商场买东西，再来就是来这里划船，玩了大半天了，该满意了吧？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。开心就好。那我们是不是该回医院了？好不容易才跑出来，你就别这么扫兴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不是说要回家看看吗？我现在就带你回家。老师，哎，好久不见呐！你好点了吗？能出院肯定没事啦。哦，东野鹤，你的50间怎么样了？多亏了李新开，好了都7、8八了。李新开的医术果然厉害。每次下大雨，我的膝盖就会很痛，能不能帮我医？你这应该是风湿痛，蒸个几回很快就会好的。不过我最近比较忙，要医的话需要等。你还有什么可忙的？不要再找借口偷懒了。春晓啊，他明天有空，你吃过早餐就去找他吧。麻烦你了。我们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啊，走啦。啊，再见。我没有那么快死，你不用天天陪着我。老师，你想玩到什么时候？还不快点回医院！哎呀，我肚子痛啊！哎呀，怎么样啊？没事吧？哎呀，我肚子痛哦，我要上厕所啊，这好痛啊！哎呀，我看我们先回家吧。啊！老大，我的咖啡好了吗？你真的是要求多多，说要上厕所，上完厕所又说肚子饿，要吃我做的芝士蛋糕。你到底几时才肯回医院？老五已经跟医院说了，我在家里睡觉，迟一些才回去。难得他今天精神那么好，你就随他吧。
总之啊，我今天要是吃不到你亲手做的芝士蛋糕，我死都不回去。你说想吃我做的蛋糕对吗？你说那么多话干嘛？快点吃！你是老大，听你的。老师没事吧？老师，怎么了？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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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叫救护车！啊，老师！想不到我们一家人团聚，竟然会是在医院。之前啊，我还没死，不要愁眉苦脸。看到你们终于和好，我很欣慰。是吗？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，参加我们的婚礼。洋洋，谢谢你领养了我，让我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。如果有来世，我还要当你的妈妈，亲生妈妈。是吧？老母，为什么躲在那里，不敢看我？我很难看吗？没有啊，你还是一样美艳动人。骗人！老大，我不要素颜离开，帮我画口红。好，快！是吗？大妈一定会帮你画到美美的。老师，美美了，我拿镜子给你看。看了，老师，是吧？老师，老师，是吗？老师，是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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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世你一定要再当我的妈妈。是吧？
是我的生日礼物啊！看上面还有我的照片呢。你拿我的杯干嘛？你是小偷啊你！哇，都很漂亮。你想穿哪一双？洋洋，你帮我选。这双怎么样？嗯。こんにちは。好漂亮啊！哇！你种的水果都还没熟透，你就提早成熟落地，入土为安了。老四什么时候种水果啊？你们跟我过来。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飞到天上，变成了快乐的天使。你们可以想念我，但是不要因为我的离开而太过伤心。哭1-2天就好了，生活还是要继续的。我的生命也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下去。来，你们看，这些植物啊，都是由我和老五一起栽种的。希望你们看到这些美丽的植物，就会想起美美的我。啊，洋洋，我知道你的最爱除了我之外，还有百香果，所以啊，我特地为你盖了一个百香果园，看到了吗？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希望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它已经开满了百香果，就好像你的爱情一样，开花结果。洋洋啊，如果你真的选择明真的话，你不要担心。虽然他很强势，但是他一定可以保护憨厚又老实的你。啊，这里的这些植物呢，还有百香果园，我会交给老五来打理的。哎，老五，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要只顾着你的药草啊，我会叫欧胜德监督你的。胜德哥，你哪天来花圃帮忙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找老大哦。我走了之后，老大一定会很寂寞的。老大，我擅作主张，你不要生气啊。你看，我种了你最爱的斑斓叶，还有蝶豆花，让你做你最拿手的蝶豆花芝士蛋糕。哦，还有这里，银针、芷晴，我没有忘了你们哦。我也种了你们需要的香茅，另外一边呢还有薰衣草。小区们的这些居民啊，如果你们需要什么的话，都可以找老五来帮忙栽种的。这里的一草一木啊，都是属于大家的。五爸，老师希望你把爱分享给小区的所有居民。还有，你几时有空？有好多居民都想找你看诊，你有空就帮忙看一看吧。应该没问题，他有的是时间。既然你这么受欢迎，不如每个星期播出1天，提供义诊服务。小区的居民如果不好意思，可以乐捐，义诊收到的钱，可以以老四的名义捐给癌症慈善中心，来纪念他。好，就这么决定。
老四的生命虽然结束了，但是他还是能传递满满的正能量。嗯。这些香茅还有薰衣草都是老四种的。嗯，是他去世前交代我哥拿给我的小礼物。要是有一天我离开了，你们也不要太悲伤。人活着的时候，最重要过得充实，就不会有遗憾。我希望那一天永远都不会到来。傻瓜，华姐怎么可能长生不老？你看，儿子发给我的照片，那天我们在餐厅合照的。照片拍得很好看。嗯，哎，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他把你和顺清都当成是一家人。他还说，以后我们一定要去美国找他。老婆，你怎么这么早回来呀？你不是跟爸妈去吃饭吗？吃顿饭能吃多久？妈听说你想吃酸的，所以做这个给你啦。什么啊？哇，腌黄瓜！我只是随口说说，没想到他还做给我吃哎。每个家庭相处的模式都不一样，不管有没有住在一起，还是可以保持联系，互相关怀。就算是一张照片、一通电话、一罐腌黄瓜，都是一种关爱。其实大家要学会接受，亲人不一定要住在一起，但有缘住在一起的，也不一定是亲人，是一家人。花姐，昨天我和顺庆商量了一件事，想要问你。什么事这么严肃？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们能不能够以妈妈来称呼你？能啊，当然能啊。妈，乖，乖，妈。接着怎么样？不错啊，环境清幽，背山面水。你不是一直都想打造一个大林城吗？这块地是给你买的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是美梦成真。可是，就算有地，我还是没钱建啊。钱我可以出，我会以大林城董事长的身份聘请你担任行政总裁，负责管理大林城。真的？我的要求很高的哦，除了工资要多3倍，行政上的事你一律不准干预。妈道，难道你表现得不好，我不可以开口吗？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我也有一个要求，必须把30%的利润拨出来，资助那些想住进大林城又没有经济能力的大龄人士。没问题。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干杯！这个香槟真的不错，如果能够喝你的喜酒，那就更好了。你和子阳怎么了？他什么都没提，哪带我向他求婚吗？这个子阳到底在等什么？不是说要去看电影吗？怎么带我来这里？你记不记得，你曾经向我表白过？你哪来的自信？我什么时候向你表白？我只是鼓励你追求我。是吗？
怎么你看起来有点失望？打开来看一看。这个项链最特别之处，是结合了你爸爸的骨灰制作出来的。我希望你的家人能参与我们的婚礼，见证最幸福的一刻。谢谢你让我们一家团聚。你给过我承诺，我要为你许下一辈子的诺言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轻易放手了。明真，你愿意在你父母的见证之下，成为我的妻子吗？妈妈在看着。我就是要让他们看见你的幸福。别太担心我，一切都是我错。感觉上我们好像是快要透不过。人话别再说，让今天就此过。戴这个好吗？好啊。我能进来吗？进来吧。欧巴，这婚纱也太漂亮了吧！虽然婚纱是你选的，也是你买的，难道我就不漂亮吗？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新娘出婚纱的醋。我今天可是主角。好啦，漂亮的新娘，我去看我哥准备的怎么样。直到最后永远不分开。我还以为我这辈子没机会看到女儿穿婚纱。虽然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不过能牵着你的手走红地毯。欧巴，你要哭也等到我婚礼当天才哭。今天只是拍婚纱照，不要浪费你的眼泪。我是喜极而泣，没想到像你这样的女孩还能够嫁出去，我真的替你感到开心。新郎来了。你今天特别帅。你今天特别漂亮。子阳，我把女儿交给你，不过如果她欺负你，来找我，我会为你主持公道。这是我对老大的承诺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告诉你的。我不会的，欧巴。各位，请看这里。1、2、3，来多一张。1、2、3。最
老公，四妈过世了一段时间，有没有想过再领养一个？明真，你不能因为要冲业绩，拿你老公来开刀啊！老大说的对呀，要是只养领养多一个妈，那我不是要把房间让出来？那我就领养一个爸爸。那我又要跟人挤一间房啊？不好吗？晚上睡不着，有人陪你聊天。哦，不好。本来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，既然你们谈到，我就正式向大家宣布，我领养了一位爸爸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应该是他来了，我去开门。你不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谁啊？怎么连你都不知道？这么神神秘秘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我领养的爸爸，老六。欧胜德，怎么是你？还不叫爸？爸？哎，不是你叫爸。乖，我等今天等了很久了。如果故事能重回到起点，谢谢老公。想和昨天的你见面。如果他的手能让你再牵，会不会我轻一点？如果过去那些不告而别，曾经让白天变成黑夜。如果这一边夏天都下雪，愿不愿变更季节？就让时间倒转一遍，回到那一天，或许不会再胆怯。收起日日夜夜思念，抹去错和泪，把你留在我的身边。如果爱能重来一遍，不那么善变，会不会不再走远？当天空开始出现晴朗的天色，那是幸福若隐若现。小朋友们，过来吧，我有糖果。耶！哎，慢慢来，拿来要说什么？乖。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